月份打擊率不到20%， WRC Plus 跌到只剩慘不忍睹的16。面對大聯盟的極致球威，李浩宇被下放3A。許多人以為他的菜鳥年就此定局的時候，6月打擊率卻直逼40%， WRC Plus 狂飆到177。不止完美粉碎95英里火球，更把投手的伸卡球轟成碎片，連轉名人堂球星奧突斐都親口讚嘆。從谷底反彈的底層邏輯到底是什麼？歡迎收看這集的野球特報，我們將用進階數指帶你解構台灣怪力男的究極進化。在進入正題之前，我想邀請還沒訂閱的朋友訂閱我們的頻道，記得要開啟小鈴鐺，才不會錯過最新上片通知哦。如果想支持我們產出更多深入的分析，也超級歡迎加入頻道會員。好，那我們直接進入今天的主題，談談底特律老虎隊的李浩宇。我們知道2026年對他來說是真正意義上的大聯盟考驗年，特別是開季那段時間，數據看起來其實非常掙扎。確實，如果我們回頭看3月到5月的表現，那真的是一段非常艱難的震撼教育。3、4月剛開季的時候，李浩宇在9場比賽中繳出2成08的打擊率，上壘率是2成96。當時他的 WRC Plus 是97，也就是說他的進攻產能大約在聯盟平均水準左右。雖然打擊率不高，但其實那時候有一個數據亮點，就是他的強擊球比例高達37.5%。而且他在4月21號面對釀酒人隊的左投 Kyle Harrison， 曾經敲出一記擊球出速高達110.6英里的平飛安打，這證明了他的力量確實是大聯盟等級的，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怪力男。但是到了5月份，情況就完全失控了。5月份，李浩宇的打擊率跌到只有1成85，上壘率更是低到只有2成。最誇張的是 WRC Plus 掉到了16。這意味着他在那個月產出的攻擊價值竟然只有大聯盟平均打者的16%。這對一個在大聯盟奮鬥的新秀來說，絕對是信心崩潰的時刻。我們從數據上可以看到，他5月份的保送率竟然從原本的1成1左右，直接雪崩式下滑到只有1.8%。面對投手的引誘球，完全沒辦法克制自己。這在進階數據上反映的就是本壘板紀律的完全瓦解。5月份他遇到最大的問題就是擊球形態的失衡，他的平飛球比例從原本的25%直接斷崖式跌到剩下10.5%，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內野飛球與無效飛球，飛球比例衝到了55.3%。在大聯盟，如果你沒辦法把球擊平擊強，而是不斷打出軟弱的飛球，那基本上就是对手的初級數大放送。加上他在二壘的防守數據也處於聯盟後段 ，DWAR 只有-0.2，所以老虎隊制服組在6月2號決定把他下放到3A， 其實是一個非常合理的決定，目的是希望他在壓力較小的地方找回節奏，而不是在大聯盟持續枯坐板凳或不斷吞下3振。結果這次下放反而成了他的轉機。他在3A 待了短短11天，因為老虎隊釋出了工具人 Zach Short， 他在6月13號火速重回大聯盟，而這一次的回歸簡直像是變了一個人。我們看他6月份的進階數據，在13場比賽中，打擊率竟然高達3成9，上壘率也突破了4成。最驚人的是，那個 WRC Plus 竟然飆升到177。如果我們看那個15場比賽的滾動趨勢圖，你會發現他的數據曲線簡直是從谷底垂直向上爬升。他在這段期間的 BABIP， 也就是場內安打率高達.483。很多人會說，這是不是純粹運氣好？這就是我們要深度解構的地方。.483的 BABIP 在統計學上確實很難長期維持，但如果你去看它的擊球形態轉變，就會發現這不僅僅是運氣。李浩宇在6月份做了一個非常關鍵的修正，他把平飛球比例從5月的10.5%一口氣拉高到29%。同時，他顯著降低了盲目拉打飛球的頻率，飛球比例從55%降到了38%。他不再一味的追求仰角，而是追求擊球的品質與確實度。虽然他的強擊球比例數據上看起來下降了，但他的中等強度擊球比例卻飆升到將近7成。
這代表他透過更廣泛、更穩定的接觸，把球平時的擊向球場的各個角落。我覺得這是一種以退為進的策略，他犧牲了一些極端的長把力，換取更高的擊球成功率。而且在6月份的實戰記錄中，我們可以看到他在6月19到25號這段期間，連續敲出擊球初速接近100英里，甚至超過106英里的強勁安打。這說明了他的怪力還在，只是他現在能更聰明地運用這股力量。他在6月下旬面對一些大咖投手的表現，像是6月23號面對紐約洋基隊的 Carlos Rodon， 他直接從那位強投手中拉拔出一記初速106.9英里的平飛安打，還有對上 Ryan Weathers 的95英里速球，他也展現了極佳的跟球能力。這些實戰數據都在打臉那些認為他跟不上速球的評論。不過，雖然直球打得很好，但我們也得誠實地面對他的弱點。根據進階數據統計，李浩宇面對變速球的揮空率為42.1%。變速球那種共軌效應，利用跟直球一樣的出手動作，但產生速差，常常讓李浩宇重心過早啟動，導致揮棒落空。除了變速球，橫向位移大的滑球跟 sweeper 也是他的痛點。面對滑球的揮空率高達50%，面對 sweeper 則是24.2%。尤其在6月26號對戰太空人隊時，日本強投金井打野就是看準了這一點，連續用2顆偏低的滑球引誘他揮棒，成功讓他吞下2次三振。說到那場比賽，金井打野確實展現了頂尖投手的宰制力。當投手能把高品質的滑球控在好球帶邊角時，李浩宇的選球眼就顯得有些力不從心。這也反映在他的賽季總結數據上，整體的保送率只有4%，而三振率卻高達27.2%。即使在表現爆炸的6月份，他的保送率依然只有2.3%。這說明了他目前極度依賴優異的手點協調進行積極攻擊。一旦手感降溫，或者對手情蒐針對他的追打區塊進行精準打擊，他缺乏選球保送來維持上壘率的備用手段，這可能會讓他的表現起伏比較大。而且還有一個數據值得關注，就是他的擊球仰角。雖然他的最大擊球初速110.6英里是精英級別，但他的預期打擊率和預期加權上壘率卻低於聯盟平均。這主要是因為他的甜蜜點擊球率偏低。很多時候，他雖然把球打得很強，但仰角不對，不是直接砸在地上的強勁滾地球，就是高度不夠的平飛球。這解釋了為什麼他本季的長打產量雖然有，但還沒到恐怖的地步。他擁有摧毀球的力量，但如何穩定地控制揮棒軌跡，把力量轉化為有仰角的長打，是他未來要從普通主力晉升為全明星的關鍵。不過，我覺得這就是棒球有趣的地方。雖然有缺點，但李浩宇的修正能力真的很快。我們看他在6月27號對太空人隊的那場球，5局下半面對左投 Steven Okert， 他鎖定了一顆81.7英里的失投滑球。這一次他沒有被騙，反而是一棒掃過中左外野大牆。這發全壘打非常重要，因為它不僅是一次成功的長打，更重要的是他的擊球仰角高達37度。把原本容易打成平飛球或滾地球的力量成功帶往空中。提到那场比賽，我們不得不提一下準名人堂球星 Jose Altuve 對他的評價。Altuve 在那場比賽前特別提到，他觀察李浩宇的揮棒機制非常完整且健全。Altuve 說，李浩宇即便有時候沒有100%擊中球心，但因為他的揮棒軌跡在好球帶停留的時間夠長，也就是我們說的 stay in the zone， 所以依然能產生很好的結果。能得到這種等級的球星背書，說明李浩宇的基礎打擊機制是真的被認可的。這不僅僅是運氣，而是他那種優秀的手眼協調與動能傳導，讓他在非完美擊球的情況下，依然能制造出安打。而且從滾動趨勢圖來看，他在6月下旬的三振率已經從季初的接近30%穩定下降到接近20%，這是一個非常積極的訊號，代表他開始減少無謂的揮空，更多的把球放進場內。雖然保送率還在掙扎，但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他開始展現一些選球的耐心。我覺得李浩宇目前的進化就像是一台正在調整參數的高性能跑車，雖然還有一些齒輪需要磨合，但一種爆發力是藏不住的。沒錯，
回顧這3個月，從 WRC Plus 16的絕望谷底，到下放 3A 後的強勢回歸，再到6月 WRC Plus 177的瘋狂表現，李浩宇展現了強大的心理素質。面對大聯盟頂級火球，他證明了自己能跟上；面對伸卡球，他展現了完美的打擊率。雖然變速球跟滑球還在繳學費，但正如 Otúwei 所說的，他有一個 good swing。只要他能持續提升對變化球的辨識度，並穩定他的擊球成效，他在底特律老虎隊的未來絕對不只是現在看到的這樣而已。李浩宇的進化之旅還在進行中，雖然現在還沒到完美，但他所展現出來的數據天花板絕對值得我們繼續期待。沒錯，就像我們常說的，數據不會騙人，它只是在告訴我們故事的完整面貌。李浩宇正在撰寫屬於他的傳奇篇章，我們也會持續追蹤。今天這一集的野球特報就聊到這裡啦，大家對李浩宇6月份的爆發有什麼看法呢？你覺得他下一個要克服的球種是什麼？或者你對他本季剩下的比賽有什麼期待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哦。如果你喜歡這一集的內容，請一定要幫我們按讚並分享給所有的棒球迷朋友，這對我們頻道的運作真的非常有幫助。別忘了再次去看看資訊欄的史蒂芬頻道商店，帶走一些職人好物支持我們哦。我們下集 NIMSY 見，拜拜。